在当今的主流学术界中，学者普遍拒绝承认全球大洪水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对他们而言，这些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的洪水传说只是神话、比喻或古人单纯的想象。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汉考克曾在他的著作《失落的文明起源》中提到，对许多学者来说，任何看似荒谬的解释都比承认洪水真实存在要容易接受得多。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民俗学教授艾伦·邓迪斯甚至提出过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他说，所有洪水神话都是人类对自身出生经历的隐喻表达，因为每个婴儿在出生的时候都伴随着羊水的涌流。汉考克则反驳指出，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何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会一直把全球洪水神话之间的明显相似性当作巧合、夸张或无关紧要。历史学家苏珊·鲍尔更直接批判学术界，他指出，那些否认全球洪水真实性的学者，往往出于个人的偏见和学术利益而有意扭曲数据，掩盖证据，他们操控证据，以获得权威与认可。结果导致任何认真看待洪水传说真实性的人都会被嘲笑为无知或别有用心的人。也就是说，洪水并非被真正否定，而更像是被刻意掩盖了真相。如果全球性的大洪水真的只是人们虚构或想象，那为何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中却如此一致地记录了相同的灾难？在柏拉图的著作《地脉欧篇》中记载了一段古希腊智者梭伦与埃及祭司的对话。埃及祭司告诉梭伦，人类历史并非只有经历过一次洪水，而是曾经多次遭受这种毁灭性的灾难。在他们古老的历史记录中，洪水不是简单的神话，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不仅仅是埃及的历史，遍布全球的古代文明，从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到消失的姆大陆，再到印度神话里沉没于海底的德瓦卡古城，他们都在传说中描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情节。一场席卷世界的大洪水突然降临，将当时高度发达的文明彻底毁灭，只有少数人得以幸存下来。这些文明之间遥远且隔绝，他们没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却几乎以完全一致的方式记录下了同样的大灾难。这种全球性的记忆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它更可能意味着这场毁灭性的洪水事件确实曾经真实的发生过，并且在人类共同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记。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23章，这章看似在描述古城推罗的覆灭，但实际上这段预言远不止于推罗本身，它更像是一层多层次的象征化，隐藏着三重历史与命运的交错预示。首先是推罗这座城市的毁灭，它象征着一个权力与荣耀的终结，但紧接着预言的指向开始变得模糊又深远。他提到了加冕之地、海中之城、古老的城市，这些用词表面上似乎是针对历史上的推罗，但稍加推敲就会发现其中存在明显的不协调。历史上的推罗虽然确实是一座沿海的腓尼基城邦，坐落在地中海的东岸，现如今在黎巴嫩境内，但却并不是海中之城。它最初只是位于大陆的一座港口城市，后来扩展到近海的小岛上，但那座岛屿离岸不过数百米，根本无法与沉没中的海中帝国画上等号。推罗也从未被大海吞没，它的灭亡来自亚述、巴比伦和马其顿的军事征服，而非自然灾难或天灾的洗礼。因此呢，以赛亚书第23章中对推罗的描写显得格外的奇异。它描绘的是一座曾加冕王权，引发全球商业动荡，最后被大海吞噬的古老城邦。这种强烈的洪水沉没意象与真正的推罗历史并不相符，却意外地与另外两座文明产生了惊人的呼应。一个是后来的巴比伦，一个则是更遥远、更神秘的传说亚特兰蒂斯。而这一切的关键线索正藏在这几个意象中，比如海中之城几乎是对亚特兰蒂斯最直接的暗示，而加冕之地在古代神话与圣经文献中则往往指向一个拥有神圣统治权、由神或天使亲自设立王权的地方。在许多研究者来看，它对应的是苏美尔的尼泊尔，
传说中天与地相接，尼菲林王权被授予的圣地。以赛亚预言中所说的骄傲的荣耀被神贬义，荣耀之城陷入震动与海浪的吞噬，这些描写呢，也都令人联想到那场同时伴随着洪水、地震与火山的灾难，正是亚特兰蒂斯最终的结局。而更令人惊讶的是，经文还暗示，在这场灾难之后，曾有人从这座海中城市逃出，远走他方。这与古代神话中7位亚特兰蒂斯贤者幸存下来，远赴四方重建文明的说法如出一辙。所以说，这段以赛亚书的经文并不仅仅是先知对一座城市兴衰的感叹，它或许是整本圣经中最隐秘也是最古老的史前文明线索之一。除了圣经，我们还可以从古代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发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线索，比如来自加勒底的祭司兼历史学家贝洛苏，他不仅是一位天文学家，还被认为继承了苏美尔文明中最古老的占星与神秘学传统。贝洛苏曾将巴比伦的起源写进他那部早已失传的巨著《巴比牛罗卡》中，而他对巴比伦的描述却令人产生了另一种联想。他写道，巴比伦不仅是一座历史城市，更是一个象征，是古代最初的城市之母。它代表的是一个在大洪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古老帝国，而这个帝国可能正是亚特兰蒂斯。在贝洛苏的笔下，这个城市是由神明所建，由神灵授予王权，这个神明就是传说中海神波塞冬，他被认为是守望者之一，也就是圣经中那群下凡与人类女子交合的堕落天使之一。贝洛苏认为亚特兰蒂斯就是波塞冬的分地，一座位于海中、拥有神圣秩序、强大科技的帝国。它不仅统治着一片大陆，更曾遥控其他地区，成为史前世界最早的超级强权。也就是说，亚特兰蒂斯不仅是某个传说中孤立的异想世界，而是曾真实存在于人类历史记忆中的第一帝国。而贝洛苏借用巴比伦这个名字，可能只是为了用当时人们熟悉的语言去暗示一个更古老、更遥远的史实。关于亚特兰蒂斯的统治阶层，有一个格外令人震惊的说法。据说这个帝国的统治者是海神波塞冬与一位人类女子克雷托所生的后代，他们一共生下了5对双胞胎，也就是10位半神半人的巨人。他们不仅继承了波塞冬的神力，也具备人类的血统，被称为尼菲林，是堕落天使与凡人结合的产物。这10位巨人呢，正是亚特兰蒂斯的10王，他们各自分管一块领地，却又共同组成了整个帝国的权力核心。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许多古老的文献之中。此外呢，这种10王统治的结构呢，不仅出现在亚特兰蒂斯的传说中，也能在其他文明的记载中找到呼应。比如在苏美尔王表中，洪水前就曾有10位王统治大地，而在创世纪中，从亚当到挪亚也恰好是10代祖先。这种10为单位的政治模式，似乎是某种古老帝国制度的残影。这些看似神话的结构背后，也许藏着一段被掩埋的真实历史。一个由尼菲林巨人组成的超古代政权，曾经统治着这个世界。那么亚特兰蒂斯最神秘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一面，那是一种充满仪式与秘法的堕落信仰体系。在这座失落的帝国中，祭司阶层将海神波塞冬奉为最高神明，公牛则是他们最神圣的象征。他们建立起宏伟的神庙，以牛为祭品，举行血祭仪式。他们会将牛血与酒混合，倒入圣杯，众王围坐饮用，以此重申对神明的效忠与誓言。这不仅仅是献祭，更是一种灵魂与血的契约。亚特兰蒂斯的宗教核心呢，被称作为7门禁忌学问。这7门学问囊括了占星术、通灵术、巫术、炼金术、秘密建筑、远古记忆的封印之术，以及最为禁忌的血之盟约。每一门都承载着强大而危险的力量，源头据说正是那群堕落天使，他们曾违背天命，将神秘知识传授给人类。在这一体系中，后来被称为堕落的隐诺宗教，也是史前黑魔法帝国的代号。亚特兰蒂斯就是这个体系最纯粹的实践者，他们将一切神秘学推向极致，不仅用秘法来增强王权，也试图操控自然。
掌握永生，甚至挑战神的权柄。正是在这些秘密术法的掩护之下，亚特兰蒂斯看似繁荣，实则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亚特兰蒂斯那10位拥有半神血统的王者渐渐迷失在自己的力量与荣耀中，他们不再满足于掌控已得的广袤领土，而是心生贪婪，意图征服整个世界。他们的野心如烈火般蔓延，烧毁了原本还残存的一丝敬畏。正是这股骄傲引来了神的震怒。亚特兰蒂斯的毁灭并非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而是一连串的天灾的总爆发。大洪水只是开始，接踵而来的还有山崩地裂的地震、火山的咆哮、天火的焚烧，甚至来自天空的陨石直坠大地。整个帝国仿佛被整个自然界联手审判，一瞬间陷入混乱与毁灭的深渊。最终，这个曾辉煌一时、号称第一帝国的文明，连同它的城市、王座与秘法一同沉入了海底。亚特兰蒂斯的陨落不只是一次物理层面的崩塌，更是一次对傲慢、堕落与亵渎的终极审判。它成了神对堕落文明警示的永恒象征。如果还有人说亚特兰蒂斯的毁灭只是神话，那么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文明都在重复讲述着如此相似的故事？从古希腊到苏美尔，从中美洲的玛雅人到北美的印第安部落，再到远在亚洲的印度文明，我们几乎都能发现一个共通的叙述模式，也就是远古时期一群身形巨大的存在，无论是被称为泰坦、尼菲林、阿修罗，还是其他的名字，他们因为傲慢与暴力，挑战神的权柄，破坏天地秩序，最终引来了神的审判。毁灭性的洪水降临，将整个世界洗劫一空。但这并不是全然绝望的故事。无论是挪亚、摩努，还是各地神话中那些被神警告得以幸存的人，他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要么是悔改之人，要么是与神同行、被特别拣选的艺人。他们成了新世界的种子，把那些在灾难中被摧毁的文明记忆，透过口述、诗篇、神话与图腾，一代代传了下来。这些神话表面上看各自独立，实则却在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历史，那场真正改变人类文明轨迹的大洪水。关于那场改变世界的大洪水，还有一种被许多人忽略的可能性，它或许并非单纯来自地球上的气候或地壳变化，而是源于天上的星辰之怒。在各地流传的古老神话中，我们反复看到一个惊人的模式：大灾难的起点常常是天火降临，一颗流星划破天际，一道彗星拖着长尾坠入海洋，一团燃烧的火焰从天而降，点燃了毁灭的连锁反应。希腊神话中，太阳之子法厄同因驾驭不住战车而坠毁，引发天地灾难。印度传说里，天神布拉玛将天火投向海洋。玛雅、阿兹特克甚至北美印第安人的故事中，也都记载着类似天火坠落、海水沸腾的画面。其实呢，我们日常用的这个英文单词 disaster 本意就是谐星的意思，这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古人对灾难起因的深刻直觉。灾难可能源自一颗带来毁灭的星星。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众多神话中有2颗星座频繁被提及，一个是昴宿星，也就是七姐妹星团，另一个是猎户座。在多种文化的记忆中，这2个星座并不是温柔的夜空装饰，而是灾难的触发者，是那场天体撞击引发洪水和天火的象征，而它们的出现也往往被视作是末日将临的预兆。此外，关于这些来自星辰的灾难线索，其实早已隐藏在古老的经文之中。在约伯记和阿摩斯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段耐人寻味的描述。神创造了昴宿星与猎户座，他掌管昼夜交替，调动海水倾倒在大地之上。这样的说法表面上看是赞美神的伟大创造，但若细细揣摩，似乎暗藏着一层更深的寓意。这些星辰与洪水和审判有关。而在诗篇第18章中，更是有一段充满了视觉冲击力的文字：天裂地动，山岳震撼，滚滚黑云遮天蔽日，烈火从天而降，海底的深谷都显露出来，大地的根基被揭开。这幅场景几乎就是在描述一场包含地震、天火和大洪水的复合式灾难。
这种描写与神话中天体撞击地球所引发的末日图景如出一辙。它可能不是象征性的诗句，而是真实历史的残影，是古人目睹末日场景后以诗歌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记忆。透过这些经文，我们似乎能够窥见那场被遗忘的宇宙审判的轮廓。亚特兰蒂斯虽然毁于灾难，但它留下的遗产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许多研究者相信，这个古老文明曾掌握超越时代的技术与知识，包括航海术、殖民管理、天文学、建筑工程，甚至是一整套与神秘主义紧密相关的仪式系统。在大洪水之后，这些知识的残余很可能被少数幸存者秘密保存了下来，并悄然在世界各地延续。他们或许正是埃及文明的缔造者。在埃及的广袤沙漠中，我们看到了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地下神庙等充满谜团的遗迹。这些建筑不仅结构精巧，甚至在现代科技眼中依然令人费解。有学者认为，这些宏伟的古迹正是亚特兰蒂斯移民重建文明的尝试。更有人指出，像共济会这样的密教组织很可能继承了亚特兰蒂斯的宗教系统与符号语言。他们所使用的仪式、象征、建筑理念，处处透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智慧。或许亚特兰蒂斯真正的影响并没有随着那场大洪水完全终结，而是以另一种形式悄然渗透进了后世文明的骨血之中。在许多古代文明的记忆中，都流传着一个神秘而遥远的第一时代。埃及人称它为 Zeptabi， 意为最初的时刻；希腊人则称之为黄金时代。这是一个神明亲临人间的时代，是神与人共处的年代。在那个时代，人们不需要辛勤劳作，也没有贫困与疾病的困扰。知识不是靠学习得来的，而是由神直接传授的恩赐。整个世界秩序井然，万物和谐，像是人类失落已久的天堂。而这种黄金时代的记忆并非西方独有，中国上古的传说中也记载着类似的神人共治时期，被称为三皇：伏羲、女娲、神农。在不同的古籍中有着各自的象征意义和外形特征。在《山海经·列子·淮南子》中，伏羲和女娲被描绘成为人首蛇身，身形巨大，头生双角，盘绕在天地之间。他们并非普通人类，更像是一种神人混血的蛇形种族，也就是所谓的龙族吧。他们以龙或蛇的姿态，象征着大地的力量与天地秩序的源头。伏羲绘制八卦，开启天地法则；女娲补天造人，重塑世界秩序。而神农也并非凡人。据《大代礼记》和《淮南子》记载，神农牛首人身，或身生甲壳，拥有半神特征。他尝遍百草，创立农耕，定九州，为人类奠定了衣食之本。在一些图像与文献中，神农的形象甚至带有鳞片、角质结构、尾巴，这些特征令人联想到蛇人或龙人的遗传特征。如果说埃及的 Zeptabi 是神灵最初降临的年代，那么中国的三皇时期就是中华文明的第一光，那是人类与神明曾共行大地的时代。而在希腊神话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来自遥远西方的大海，属于一个神秘的蛇人种族。这些蛇人拥有异于常人的智慧与外貌，身材高大，眼神深邃，被尊为带来文明的先祖。许多研究者相信，蛇人正是亚特兰蒂斯灾难后的幸存者，他们穿越海洋，抵达新的大陆，把失落的知识、信仰和技术重新带入人类社会。他们或许不是神，但却曾亲历那个人神共居的时代，将黄金时代的回忆深深刻入了人类文明的基因中。从伏羲、女娲到蛇人，蛇形神族的形象跨越东西方，成为远古记忆中最耐人寻味的文化回声。也许在史前文明的废墟之上，正是他们撑起了人类文明的第一束曙光。从世界各地流传下来的洪水传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无论是美洲的玛雅、亚洲的印度，还是欧洲的希腊与中东的苏美尔，几乎所有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讲述着类似的故事。一个伟大的文明因骄傲与堕落惹怒了神明，最终被一场席卷全球的灾难彻底吞噬。这些传说中的细节不仅彼此呼应，而且与星辰神话、古代史诗的记载惊人一致。
亚特兰蒂斯或许不只是虚构的海上乌托邦，它更可能是真实存在过的超古代文明，是我们历史中被掩埋的一页。它的辉煌与堕落，它的科技与神秘，它的巨人与神奇，它的终结与移民，一切线索都还在，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面对。而也许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正是那场审判之后人类文明的第二次开始，在遗忘中重新开始，在废墟中重建。这不是传说，而是来自远古的真实回声。